车友们好啊，这里是飞走的原520。今天我们来试驾广汽丰田博智7，顺便呢就把它开上了之前第一电动在宁波举行智驾大赛的这条路线，用这辆广汽丰田博智7非量产车试驾车来跑一趟这条试驾的路线。这条路线很多的考点难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就看到前方这辆有辆车从侧面的小路口出来，然后我们避让了一下，然后继续前行之后，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打开 SR 之后400多米是右转之后就是智驾大赛的第一个考点。这个考点主要考的是在狭窄小路的环境里边和非机动车呀以及逆向行驶的车子的会车的情况。这里遇到一个停站的公交车，我们非常丝滑的绕行，同时在对向有车的时候也能非常快的并入到我们自己的车道来。注意看前方右边停着一辆车，左边呢有对向车辆，在对向车辆经过了之后快速的进行了绕行。这次的绕行其实早早的就已经规划了，好像是能计算得出来对向来车的相对速度，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空间空出来，所以只是略微减了一点点速度，就保持了一个合理的车距进行了绕行。这里呢就是右转了，右转的路口它比较复杂，有对向来车往这边左转，然后路边还有这个非机动车来回穿插，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是比较谨慎，等非机动车完成了之后再进行了右转提速。这里呢我们就进入一个非常狭窄的路了，这个路段上呢就非常考验跟对向走来的这种非机动车啊，以及跟我们同向的非机动车啊，路边的临时停车进行一个绕行避让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路边是停了一辆白色的车，然后我们这里能够很正常的通过但是呢前方有这种行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就需要稍微减点速然后穿过。这时候博智7距离左边的护栏是很近的这里护栏边上有非机动车，然后博智7就往右侧避让一下，前方再避让一下这个行人。可以看到这时候博智7刚才离左边的那个护栏距离是比较近的，在这种狭窄的路上控车距还是非常大胆的。好，前方左侧有临时停车，然后再前方又是右侧临时停车，还有非机动车，早早的就规划了绕行，非常丝滑，并没有在后面刹停等待这一段还是表现非常好的。然后在前方的话很快我们要进行左转，这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因为没有红绿灯，有各个方向来的车进行干扰依然是可以看得到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小路上，对于临时停车非机动车的绕行都是非常丝滑的，并没有这种很突然的紧急刹车幽灵刹车的情况发生。因为路口有非机动车，所以这辆领跑经过路口非常的慢，我们经过这个无保护路口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较慢，就跟在这辆领跑 T03 的后方，等领跑 T03 稍微拉开一点车距，那我们也开始跟着提速。前方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车道的设置，它有连续的这种小弯。行，我们继续跟着领跑往前走。前方这个小路口呢有一辆扫地车停在路边上，那我们看它的这个避让会如何。这里就需要考虑我们是跟着这辆大车走还是需要进行避让。这里博智7做出了避让的决策，在避让之后回到了自己车道，在前方的这种非机动车道的边上又进行了绕行。而这辆非机动车道他当时是手上拿着手机在看手机，我们绕行的时候距离他是比较近的，其实我当时是略微有一点点紧张的，因为距离拉的不是很大，而且那个人他在看手机，我很难判断他的轨迹是不是能够正常的维持执行，万一他有点晃一下可能就会蹭到我们。假如是我人进行开车的话，其实这种路况我是会更小心一点。中间一段都很顺利，这里我们来到当时智驾大赛里面名场面频出的一个路段。这个路段呢路比较小，然后路上会出现各种小动物干扰我们的驾驶。这里还有路边的停车位，那今天没有停车，但是左边来了一个对向车，所以说我们从临时停车位的地方上借了一点道，借道完成之后又回到了自己车道上。前方的乡村小道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里有一条狗，前方路边有羊准备窜出来，但是并没有进入我们车道。而车子的正中间前方有一条小狗，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博智7认识了这条小狗，然后做出了一点点往右绕行的规划。
在前方这里呢，能够顺利的认出这条路往左转，而很多车子在这里是不认这个路，一直冲到前面的沙石地里面去了。这个考点当时是难度很高的一个考点，博智七顺利通过。在这里呢，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复杂的路况的考点，左方一辆大货车，我们规划绕行，又来了一辆非机动车，丝滑的减速，然后缓慢通过之后再进行提速。过了大货车之后，前方的路边停车又要绕行，所以说是非常多的连续的这种绕行，也没有这种紧急的刹停，是很缓慢的丝滑的通过，整体的体感是很舒服的一种表现。最后一个场景呢，我们来到了农村，在这里我们超越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前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小路是变蓝了哈，在我们导航上面界面上是显蓝了，就是因为这条路它特别的窄。好了，因为我们两侧都有房子，还有其他的车停在这里，这里路很窄的时候，博智七目前也能够比较好的判断车距，以一个很极限的车距通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有一个非常窄的线宽门，然后还要在很小的这个路口进行左转。这里进入了非常小的一个巷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的宽度就太窄了，非常非常窄。现在我们跟着这一辆电动三轮车经过这个小巷子，这个小巷子的房子呢它还不整齐，有的往左建一点，有的往右建一点。这里我们经过这个线宽门的时候非常非常极限，我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我人开都会有点紧张。行，通过线宽门之后，这里稍微开阔一点，好开一点了。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进行左转，因为这个路口的这个视线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博智七它在这个路口左转的时候把速度降得很慢，然后通过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前方有电动三轮车，有行人，在前方还有一辆大车停在路边，有的时候有些车会在这个大车的后边跟着等待，那博智七早早就规划了绕行。其实总体来说，博智七的这一套 Momenta R6 加上一块 Orin X 芯片，在城区这种小路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一次的测试我也参照了当时宁波站的比赛，大约能够在内战比赛里边拿到全程的第3名或者第4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看到当时的第1名就是一辆 Momenta R6 大模型的车型，而这一次呢，这辆博智七的 R6 大模型表现依然非常的稳健。